小团子本是天上的一棵小仙草，只因贪玩幻化成人形来到了凡间历练。啊，我变成人啦！小团子欢快地叫出声，他新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，似乎对这个新的形态感到十分惊讶和兴奋。小胖团开始放肆地在草地上跑来跑去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说话声，小家伙慌张地躲到一棵大树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。一个女人带着5个孩子走进了树林，他们手上拿着篮子和铲子，是来挖野菜的。虎子，你带着弟弟们别乱跑。知道了，姑姑。女人叫林月，她带着自己的侄子和儿子们上山来挖野菜的。别光顾着玩，小心点，别伤着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妈妈，我们找到好多荠菜。小团子眨巴着眼睛，好奇地盯着林月。妈妈。小胖团声音奶奶的，透着一丝期盼。好了，咱们下山吧。回家喽。5个小家伙迈着轻快的步伐跟着林月，一行人沿着山路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小团子见状，也必跟在后面。一路上，孩子们有说有笑，还喊起了整齐的口号，迈着步子走得整齐。121 121。躲在树后面，小奶团眼珠子一转，肉嘟嘟的脸上挂上兴奋的笑。他从大树后面跑出来跟上去。121 1 2 3 4 5 6了。哎呦，这谁家小娃娃？这一数还真吓了一跳，咋还多了一个呢？妈妈，他穿得很单薄呢。他是林月的小儿子，小名三娃。小团子似乎受到了惊吓，慌乱地奔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棵树下躲藏起来。孩子别怕，你跟谁上山的？小团子眨着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林月，似乎并没有被吓到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小团子摇摇头，问你咋不说话？妈妈，咱要把他带下山吗？带他下山回村里问问是谁家的孩子吧。妈妈。林月被小团子水汪汪的眼睛看得心软。我们现在就带你下山找妈妈，真是没良心，这么好看的小娃娃也不怕自己在山上出点事。到村子的时候，有人眼尖看到林月怀里的胖娃娃，忍不住好奇地凑过来。林月，你这是抱的谁家孩子？长得胖乎的，小模样真好。这是我们从山上捡到的。哎呦，这肯定是谁家不想要闺女故意扔山上的。人群中议论纷纷，说啥的都有。林月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一揪。妈妈，她不是你妈妈，是我们的妈妈。是我，是妈妈呀。是我妈妈，不是你妈妈。三娃，你别吓到妹妹。就是你和小娃娃生气丢不丢人？公，咱们要把她带回家吗？林月有些犹豫，她现在带着3个儿子住在娘家，已经让嫂子心里很不舒坦了。要是把这个小家伙再领回家，林月有些犯难，只能先带到家里了，等回头到处打听着看是谁家的娃娃。小妹妹，你别怕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哎呦，你会说话呀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知道啊。娘，要不咱就喊他四娃吧。先叫小宝吧，叫你小宝好不好？我是小宝啦。叫一声哥哥来听听。哥哥。几个男孩子都争着抢着答应。哥哥我。哎，我是也当哥哥的人啦。说说笑笑，很快到家了。林月抱着孩子进门，林母眼尖一下子就看到闺女怀里多了一个胖娃娃，不禁奇怪道：月儿，你这是抱的谁家娃娃？林月没应声。这孩子哪来的？你说话啊。姥姥，这是我妈在山上捡的。捡来的是啥意思？莲，我们在山上挖野菜，看到这小孩一个人在山上，我就给带下来了。歘，从山上捡到的，可怜见的哟。这是傻挨千刀的货干出来扔孩子这样的事哟。我带着他在村口问了半天，都说不知道是谁家的，我只好带回来了，总不能扔在外面不管吧。是啊。小宝，这是我姥姥。姥姥。哎呦，这么丁点大的孩子还挺懂事。你奶奶跟你姑在屋里干啥呢？东屋里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出来，冲着儿子问道：这便是林月的嫂子张桂枝了。我们从山上捡到一个小妹妹，长得可漂亮了，我姑给她找衣裳呢。张桂枝顿时皱起眉头，一股无名火从心底里冒出来。家里都穷成啥样了，养着她和3个崽子不说，现在还敢往家带野孩子。想到这里，张桂枝气冲冲地往西屋里走，刚走进屋就听到林母语气里略带遗憾地说道：咱们家都是一群皮猴子，要是你嫂子这一胎也能是个闺女就好了，和这小丫头长得一样好看那才。呵，我可不要啥赔钱货，我这只准是个儿子。小宝被突然进屋大声嚷嚷的张桂枝吓了一跳，缩在林月怀里不敢吭声。嫂子，咱娘不是这意思，她是说男女都好。这小丫头哪来的？我听孩子说是捡的，你不会要养着她吧？你妹子正和我商量呢，你看这么小的孩子要是不管，那咱不是亏良心吗？我的意思是叫在咱家先住几天，等赶明叫你们爹跟胡子爸去到处打听打听，找到这孩子家人就送走。家里本来就没多少口粮，留着这孩子几天得多吃多少粮食？啥时候缺你一口吃的了？我跟你爹都好好的，还轮不到你们当小辈的做主。见婆婆真的生气了，张桂枝倒是不敢再吭声了。
我会听话的。林父和儿子林大勇顶着暮色回家，就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小粉团子。哎呦，这小胖妞是谁家的？不是小胖妞，是小宝。这是咱家月儿带着几个孩子上山挖野菜捡到的。我做主让在咱家先住2天，你和大勇出去干活的时候给打听打听，看是谁家丢的。丫头，过来，我抱抱。小宝不怕，这是老爷。老爷，那你管我就得喊舅舅了。舅舅叫啥？还真打算让他常住下去了，用不了2天就送走了。小宝瘪着嘴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小宝不怕，吃饭吧。桌子中间摆着一大盆野菜汤，每人1碗。除了野菜汤，还有窝窝头和玉米饼子。大人吃窝窝头，孩子们1人吃1个玉米面饼子。好吃好吃。二虎忍不住笑。玉米饼子有啥好吃的？你吃过馒头不？那才叫好吃呢。你还挺挑，这有饼子吃就很好了。再嘚瑟，以后和我们一样吃窝头。我还要喝。这孩子还挺好养活。林府乐了。可不，这野菜汤也喝得跟肉汤一样，看他吃得多香啊！这么能吃才被丢出来的吧？让你们捡回家当成宝了。大勇媳妇，你说啥呢？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快吃！张桂枝就不吭声了，但心里可憋屈坏了。这不，刚扔下饭碗，就挺着肚子一声不吭的回屋了，出门摔得咚一下。你这媳妇脾气越来越大了，眼里还有我跟你爹这个长辈吗？娘，我回头说说他。莲，你别跟我嫂子生气，我知道我都嫁人生孩子了，还赖在娘家，她心里不舒坦。林母看着女儿的眼神满是心疼。闺女，这就是你家，你别瞎想。你嫂子这个人就是爱计较，但没啥坏心眼。林母怎么能不心疼呢？林月的丈夫张平是当初下乡来的知青，当时借住在林家。林月觉得他是读过书的人，和村里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糙汉子不一样，而张平则是觉得林月温柔能干，还念过书。2个年轻人一来二去就谈起对象了。张平保证日后会带林月和孩子们一块回城，可是哪想到等张平真的回城后，就再也没了消息。你敢信？3岁的小团子不但能下河捉鱼，还能捡到财气元宝，他就是林月从山上捡回来的小宝。小宝，你还记得你家吗？不记得哇。那你记得你爹妈吗？你是妈妈哇。小家伙开心地抱着林月，他觉得林月身上香香的，很喜欢。林月有些无奈，这小家伙到底是哪来的呢？不哭不闹的，也不想家。次日清晨，林母收了一盆衣裳，带着几个孩子去河边洗衣裳，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过来问林母：这胖娃娃就是你闺女从山上捡的？是啊，看这孩子怪可怜的，所以我家闺女就抱回来了。要我看，这孩子说不定是人故意扔了不要的，你养着也是喂粮食，要不从哪里捡回来的再扔回哪里算了。你胡咧咧啥呢？这是开玩笑的，一条命啊！林母声音陡然提高，没想到李二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至于吗？要我说呀，确实不能丢，要不你把孩子给我吧，我领回家养着，以后给我孙子当媳妇。旁边看热闹的王桂花才刚盯着小宝打量了半天，越看越满意。王桂花，你这主意打得可真不错，谁不知道你家孙子啥样子？你这不是害人吗？这王桂花年轻时候就当了寡妇，一个人养大了儿子，后来给儿子娶了媳妇，结果养到3、4岁还不会说话，见人就流口水，只会哭和嘿嘿笑。村里人都知道王桂花的孙子是个傻子。林母不想和这些人说话，端着自己的盆挪了地方。小宝，我们比比谁扔得远。三娃学着2个哥哥捡了好多石头，他们要比赛打水漂。哥哥加油！三娃刚要把石头扔出去，就看到身边的一小坨一咕噜跳下河去了，几个孩子吓坏了。小宝啊，小宝！3个孩子脸都白了。我的妈呀！大勇呢？你快点，你家那个小胖妞掉河里了。林母快步跑过来的时候，小宝已经被人捞起来了，但小家伙眼睛溜溜圆，脸上带着喜气洋洋的笑，怀里紧紧抱着一条大胖鱼。大鱼哇！哎呦，这娃娃掉河里还抓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呢！我咋看着跟年画上似的？这孩子咋这么有福气？小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哥哥有鱼吃了。皮丫头，你咋就掉到河里去了？旁边的大娃3人没敢吭声，他们分明看到妹妹是自己跳下去的。姥姥，咱们啥时候吃鱼？等晚上就吃。回到家，张桂枝看见林母手里拿着条大鱼，不禁愣了。哪你摸的鱼？是小宝抓到的。就他。三娃说的没错，是小宝抓到的。这孩子掉河里了，被人捞上来的时候抱着这条大鱼。我很厉害的。对，咱们小宝真厉害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张桂枝没接婆婆的话，她心里不屑。不过就是个小丫头，能有啥福气？有了刚刚小宝掉进水里的事情，林母可不放心再带着孩子们去了。孩子们便待在院子里玩。张桂枝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小姑子捡回来的小丫头。喂，小丫头，你就不想你自己的亲爹亲妈吗？
小宝眨巴着眼睛，像是没听懂张桂芝的话。舅妈，小宝还太小，你别吓唬他。你还真把一个外人当成亲妹子了，用不了多久就把他送走了。我不走。你又不是我们老林家的，你凭啥不走？小宝憋得脸红红的，却不知道怎么反驳。舅妈，你不许赶小宝走，不让他走，家里哪来多的粮食给他吃？我们以后少吃点，留给妹妹吃。镜子，求求你了，你别撵妹妹走。我哪来那么大本事赶撵人？说完，张桂芝气哄哄的回屋了。放心吧，小宝，哥哥们会保护你的。谢谢哥哥。正在这时，林月带着2个侄子蛙野菜回到了家，路上也听说了小宝掉河里抱上来一条大鱼的事情。妈妈，小宝想你。怎么掉河去了？吓到了吧？没有哦，小宝是去抓鱼了。哎呦，好大的鱼！这是小宝抓上来的。大娃一脸骄傲，就仿佛抓鱼的是他一样。小宝真厉害，但是以后危险的地方不要靠近，河水会淹死人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妈妈。小宝今天给咱们家抓了这么大一条鱼，姥姥再给奖励一个饼子吃。谢谢姥姥。一顿晌午饭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吃完了。张桂芝难得的没有吭声，几个娃娃吃完饭一溜烟的跑出去玩了，就剩下年纪小的3娃和小宝没有跟上。小宝，我带你找哥哥们去。好，找哥哥。不许带妹妹跑远了，玩一会快点回家。知道了，哥哥在哪？3娃带着小宝走了好远，都没有看到几个哥哥的身影。小宝，要不我带你去吃酸溜溜吧？好啊。后山脚下的一片林子里有很多低矮的灌木丛，3娃要找的酸溜溜就在这些草丛中。小宝，你看，这些就是酸溜溜的，你尝尝。小宝来者不拒，暗物吃到嘴里，甜甜的哇，还有很多呢。2小只就一边采一边吃。等回家我们分给哥哥吃，这样下次他们就会带我们玩啦。小宝重重的点头。好。 2个孩子的衣服实在装不下了，便准备往家走。小宝被哥哥牵着手，一边仔细地护着兜兜里的果实，一个没注意就被绊倒，摔到了地上。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小宝趴在地上，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，亮晶晶呀！是一块黄色的元宝，放在小宝手心处，竟然和手差不多大，好沉哦！这是什么哇？3娃也没见过这是啥，2小指对着这块东西仔细研究了半天，也没能得出一个结论。不好玩，扔掉吧。 小宝摇头，打算带回去，等着下回去河边打水漂比赛的时候用。等下次和哥哥们打水漂的时候，我一定能赢。好吧。回家的时候，胡子哥哥4个人都已经在家里了。林月和林母正在院子里收拾上午挖回来的野菜。妈妈，我们回来啦！上哪造成这样？我带妹妹去找酸溜溜啦。说着，3娃像献宝似的从口袋里把果子掏出来。哎呦，这小丫头，快过来，姥姥带你洗洗去。林母给小宝洗澡换衣服的时候，看到小宝拿着一个脏兮兮的东西不松手。小宝，洗完了再玩，听话。小宝乖乖把东西放到姥姥手心。林母看清东西的一刹那，心脏扑腾起来。小宝，这东西你从哪里来的？小宝摔地上看到的。哎呦，小宝啦，小宝，你还真是有福气。 姥姥喜欢，小宝给姥姥。小宝，这个东西很值钱的，姥姥不要。值钱？就是能买很多很多好吃的和好看的衣服。那能买好多饼子吃啦？能买比饼子好吃100倍的东西。姥姥买，姥姥买，小宝要吃。林母被小宝的眼神萌得受不了。这东西太金贵了，姥姥给你保存着，等你家人来找你的时候再给你带着。姥姥吃饼饼。行，晚上还给咱们小宝吃饼子。 林家捡到小宝后，家里顿顿能吃到好吃的，还捡到财气，可舅妈却不待见他。下午，林母在院子里杀鱼，6个孩子蹲成一排，眼睛都不眨地盯着。嫂子，等会儿熬了鱼汤，你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我多喝点也是给你们老林家的孩子补。林月只笑不语，对于嫂子说话夹枪带棒，早已经习惯了。老远就闻着香味了，娘，你熬的鱼汤啊！你狗鼻子啊，赶紧洗洗，等着吃饭吧。哪来的鱼啊？爷爷，是小宝掉到河里去抱上来的。 林父和林大勇一听也都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掉到河里去？怪我光顾着洗衣裳了，没看好。可得给人孩子看好了，这要是咱自己家的娃娃就算了，别人家的孩子出点事可怎么弄？知道的。这小宝真是个小福星，一来咱家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鱼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哼，什么小福星，不过是碰巧罢了。吃完晚饭后，林母喊着几个大人进了堂屋。娘，你神神秘秘的干啥？ 接着，林母掏出小宝带回来的金元宝。大勇娘，你这是哪来的？那这是咱家传家宝啊！啥传家宝？这个是小宝捡回来的。这话让一屋子人都面面相觑。小宝捡回来的？娘，你说真的？我啥时候说假话过？
这事儿你娘就算想说假话也没法，咱家哪来的金元宝？往上数8代都是泥腿子，别说金元宝了，祖上连个铜板都没留下。这是金子，得值不少钱吧？是值钱。这东西是小丫头的，咱们不能昧下。林母这话一出，张桂芝急了。她一个小屁孩懂啥？捡回来估计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再说她在咱家白吃白住不得要钱啊，囊你寻死啥呢？你娘说的对。我也觉得爹娘说的有道理，这东西是小宝捡到的，就该是小宝的。就你们是好人，我是坏人。你少说2句。你们一家子自己人，就我是外人，我敢说啥？那桂枝，你的意思是把这个金元宝当成咱自己的？娘，你别听他的，他知道个屁。从小你跟爹就叫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，咱要是现在把这东西从小孩手上昧下，那还是人吗？听到这话后，张桂芝黑着脸走出了屋子。臭脾气，爹娘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爹娘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听听。月儿你说。我想着小宝这孩子怪可怜的，要是实在找不到家人，我就认他当闺女。这孩子是有福气的，才来咱家1天，又是大鱼又是金元宝的，这是老话说的，自带口粮的孩子。我和你爹都稀罕小丫头，家里这么多孩子了，多一个也不多。见爹娘都这么说了，林月心里的大石头算是落下来了。我知道嫂子那边你不好说，说来也怪我，太不给家里省心，拖累了你们。说啥呢你？这就是你家，你啥也不用说。好了，一家人说那些外场话干啥？都回去歇着吧。这一晚上，林家的大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做了个和小宝有关系的梦。次日，哎呦，老头子，我昨晚上做了个梦。我也做了个梦，我梦到小宝了。梦里小宝是山上的小仙女，下凡来历练的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咱们啊都是想要个孙女，想疯了。昨晚上林月也做梦了。梦到一个白胡子老神仙跟自己说话，说小宝是个小仙草，贪玩幻化成人形来凡间历练的。林月不知道梦的真假，但她觉得这孩子一定是自带福气的。虎子、二虎还有大娃、二娃，你们等会跟着上山去挖野菜去。三娃和小宝在家待着。桂枝，你看这些。姥姥，我也要上山挖野菜。小宝也去。去什么去？不够你们添乱的。奶奶就让弟弟和妹妹一块去吧，我保证看好他们。胡子很有当大哥的风范，见三娃和小宝可怜巴巴的表情，便开口替他们说话。要不就带上吧，嫂子现在身子重，留着他们在家还不够惹嫂子生气的。那你们上山可别说累，今天咱们可是要走很远，和以前可不一样。我们不怕累，不怕。张桂枝待在家里，看着林母一行人走远了，直奔了婆婆屋里，想要找出昨晚那块金元宝，可怎么找也没摸着。昨天明明看到婆婆把金元宝藏在这里的，怎么没有了？呵！张桂枝气得咬牙，这是在烦我呢。几人走着上山的路上，林母左右看看没人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闺女。月儿，这个东西你穿好了。我和你爹商量过了，小宝是你领回家的，他又管你叫妈，这东西你保管得好，要是以后孩子找着家了，你就把东西给人家，要是找不到，这东西就你拿着。林母的意思很清楚了，她和林父老两口都不反对把小宝留下。谢谢娘。这一路上，别说野菜了，就连能带回家喂猪喂羊的草都被割了个干净。这可怎么办啊，娘？妈妈，去那里。小宝突然指着远处的一片林子说道。小宝，那里很危险的。不危险的，有好吃的。要不就去看看吧，反正山上人多，不怕。于是，一行人背着筐子跟着小宝和林月往那片林子走去。看着小宝对山上的地形那么熟悉，林母和林月对他们的梦就更加确信了，确信小宝这孩子真是个小仙女。大勇娘，你们也来山上挖野菜呀？是啊，你们挖多少了？你看看，就这点东西还不够回家几个娃娃一人一口的。我劝你们也别费力上去了，我们才从上头回来，啥也没了。谢谢婶子，我们还是上去看一眼吧，看看有没有剩下的野菜。几人说了几句便分开了，林母止不住的叹气，今年这光景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走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，小宝终于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片林子。这林子看上去很不一样，和山上的其他片林子相比，这些树木看上去更高，一眼望过去密密麻麻的，植物生长得很茂盛。也是奇了，怎么从前咱们自己从来没找到过这里呢？小宝，你真厉害，你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以前经常来这里玩的。小宝没防备，笑眯眯地说道。山上这么危险，你咋天天跑上山玩？3岁的萌娃不但会抓鱼，并且捡到了金元宝，还上山抓到了野鸡。然而嫂子张桂枝却是眼红，还闹分家，最后争吵之下回了娘家。山上这么危险，你咋天天跑上山玩？爸，林月看出来小家伙的不安，便开口说道。好了，都快点找野菜。哎呦，好多辣辣秧啊！胡子惊喜地说道。这里还有嫩荠菜呢。
孩子们别乱跑，这林子里到处都是草，保不齐哪里窜出个长虫。知道了。孩子们乖乖答应道，拿着小铲子各自挖着他们找到的野菜。小宝则是跟着妈妈一块找野菜。这片林子一看就没有人来过，所以到处都是随处可见的荠菜。哎呦，这些婆婆丁、抠菜，还有那么多荠菜，真好，真好。林母笑的眼睛都眯成缝了。小宝蹲在妈妈身边，正觉得无聊，突然就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一只正在悠哉漫步觅食的花尾巴公鸡。咕咕叽叽过来哇！小丫头眼睛一亮，伸着小胖爪冲那只野鸡小声地说道。那只野鸡真的像是听懂小宝的话一样，朝着小宝的方向慢慢踱步过来了。小宝要吃肉肉啊！林月紧张地咽了口唾沫，就看到那只野鸡真的走到跟前，任由小宝抱了起来。妈妈，我抓到鸡鸡啦！这哪里是抓到的，分明是野鸡自己送上门的嘛！其他孩子和林母听到声音都围过来。妈，这是你抓的？是小宝抓到的。林月语气里带着难以言喻的激动，林母也激动，这真是小仙女到她家了。这鸡还怪沉的，一看在山上就吃了不少食。林母拎着野鸡掂量着，脸上都要乐开花了。小宝你可真厉害。是啊，小宝一来咱家，咱们又是吃鱼又是抓到鸡。那往后你们可得对小宝妹妹好点，多照顾妹妹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奶奶。知道了，姥姥。林母塞给小宝2个稍微软乎一点的玉米饼子，有些愧疚地说道：小宝，先啃饼子，等晚上回去，姥姥就给你炖鸡肉吃。她现在已经彻底把小宝当成是小仙女了。好哇好哇，姥姥，我们也吃鸡肉。馋猫，啥时候少你们的了？只要听话，等晚上每人都能吃到鸡肉。哦，太好了！孩子们的欢呼声吵得栖息在林子里的鸟受到惊吓，扑着翅膀飞走了。差不多了，娘，咱下山吧，这些等下回再来摘。咱回家。到了山下，遇到一伙同样上山挖野菜的人们也在往回走。他们的收获不多，每人筐子里都只有1点野菜和一些拉拉秧。看到老林家这伙人收获颇丰，大家伙都不禁眼红起来。你们咋找到这么多？我们多走了点路，往山上使劲走走就能找到。等我们走的脚都疼了。哎呀，咋还抓到野鸡了？我们也没抓。孩子眼尖，运气好罢了。林月打断了二娃的话，笑着说道：不和你们说了，我们赶紧家去了。几人回到家后，张桂枝也从隔壁邻居家回来了。娘，你看我们找到多少野菜？我儿子这么厉害呢？是小宝带我们才能找到这么多野菜，还有野鸡呢。可不嘛，大勇家的，你瞅瞅，这么大一只野鸡，是咱家小宝抓到的，晚上熬了汤，你可好好补补。张桂枝这回倒是没说啥了，那么大的野鸡，一看就不少肉。小宝，你是怎么抓到野鸡的？姑姑，鸡鸡来哇就抓到了哇！几个哥哥都被小宝呆萌的表情给萌翻了，他们都没把小宝的话当成真的，还以为是妹妹太小了，胡说八道呢。林母杀鸡的时候，孩子们蹲在旁边眼睛都不眨。小宝胆子也很大，蹲在哥哥们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。小宝，你不怕吗？不怕不怕，小宝要吃肉肉。好好好，到时候给咱小宝奖励一个大鸡腿。咱娘也真是的，哪有胳膊肘往外拐的？谁是他亲孙子、亲外孙？咱娘是觉得这野鸡是小宝抓到的，这才想让小宝吃鸡腿的。一个小屁孩，我看你们真拿他当快宝了。嫂子，以后这话你别再说了，叫孩子们听到了不好。再说小宝这孩子乖巧又聪明，还这么有福气。不等林月说完，张桂枝就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。再有福气也是外面的野孩子，现在啥光景？家里养着多少张嘴吃闲饭？林月脸也难看起来。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带着我的孩子住在我自己家，这算吃闲饭？我可没说。当初我和大娃他们爸在一块，还是你撮合的。现在我们分开了，没让你沾着光，你就开始翻脸不认人是吗？林月却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张桂枝，她要把话说清楚，省得张桂枝成天阴阳怪气的。谁翻脸不认人了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天底下哪有我这么好说话的嫂子，让一个嫁人的小姑子成天住在家里，还住好几年。你也是没用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，现在带着3个拖油瓶还不够，还要再捡回来一个赔钱货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林月也就我这个嫂子心善，还说你，赶紧趁着年轻再找个人嫁了吧，再过几年你想找都找不到人呀。张桂枝越说越来气，伸手指着林月，什么难听就说啥。不许你说我妈妈。干啥？2个大人还拌嘴，当着孩子们的面不嫌丢人。莲，我带着孩子住在娘家这么久的确不合适，往后我带着孩子们单过吧。月儿，你胡说啥呢？娘，我没胡说，我其实早就想过了，家里的确是太紧巴了，等日后孩子们长大了就更没地方了。我等几天去问问大队，看看村西头那个破房子能不能让我们先住着。林月说完，心里反而踏实起来。林母急得掉眼泪，胡子和二胡也哭了，他们是被姑姑带大的，听到姑姑要搬走，2个孩子哭着对张桂枝说道：娘求你了，你别撵我姑。
滚一边去！我啥时候撵他了？白眼狼，你们跟谁近？大勇家的你也不用在这里发邪火。既然你们都觉得过不到一块去，那咱就分家。林母的话音刚落，张桂枝和林月都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林母。啥？家里就大勇一个儿子，娘你分啥家？在我们老林家，儿子闺女从来都一样。再说了，大娃、二娃、三娃都改姓林了。既然你们姑嫂处不到一块，那就分家。听到林母的话后，张桂枝傻眼了。她没想到婆婆竟然偏心闺女偏到这个份上了，竟然分家还要带上闺女的一份。张桂枝气不打一处来，收拾了包袱就往外走。娘，你去哪？上你老家去，走，跟我一块走。胡子和二虎却往后缩了缩。我们不去，真是白养你们了。娘，你也别走了，跟我奶认个错吧，晚上家里吃鸡肉呢。张桂枝看了一眼家里，林母林月都没有出来挽留的意思，气得她眼睛一翻，就独自走了。莲，其实我嫂子也没说错啥，我一个小姑子赖在家里确实不是那回事。要是换过来，我嫁人，婆家有个出门子还带着孩子住娘家的小姑子，娘你指定也替我不平呢。林家自从带回来了小宝，吃的也慢慢变好了，而张桂枝赌气回了娘家，看到娘家稀稀的饭菜，顿时后悔了。现在林月感觉自己在娘家会影响家庭和谐，就打算自己带着小宝和孩子搬去外面住。我知道他心里憋屈，但你是我闺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要是就这么自己出去单过日子，那不是剜我肉呢？林母也叹气道，等晚上你爹回来就叫去大队给问问那房子的事儿，咱们也学别人家一样分家。小宝独自蹲在角落里，嘴角下瘪，眼睛红红的。三娃看到妹妹垂着头一个人可怜巴巴的待在那里，赶紧跑过去。小宝你怎么啦？都怪小宝，静静生气走了。小宝一开口，大滴大滴的眼泪掉在地上。你别哭呀，小宝不怪你，妈妈说以后带我们搬走，往后你就不用怕镜子说你了。懂，我娘就是脾气大，她天天一生气就往我老家跑，等我爹去接她，她就消气了。小宝被哥哥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安慰了好一会儿，终于露出笑模样了。奶奶开始做饭了，有路过的人闻着香味都走不动道了。老林家做的啥好吃的？咋这么香？我闻着是肉味。帮村里人家盖房子的林父和林大勇终于回家了，离家还有100米远就闻着香味了。这香味不会是咱家的吧？静坐美梦。老爷，咋没人喊我啊？舅舅，哎，舅舅，静静跑了哇！小宝说完后，林母从屋里刚好出来，脸色不大好看的说道：“胡子娘回娘家了。”又咋的了，娘？伦，怪我？怪你啥？你是我妹子，哥心疼你还来不及。你嫂子那个脾气我知道，嘴上不饶人，肯定又欺负你了是不？没欺负我，你别瞎说，你快去接嫂子回来吧。先等等，月儿说了要出去单过，老头子大勇你俩啥意思？啥？是不是你嫂子撵你反了她了？哥你别瞎咧咧，是我自己想出去单过的，总是住在家里不好。好好的，你看啥要走？这就是你家，你走哪里去？闺女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爹养得起你，还有我外孙子，我养得起。我说我的意思，我觉得月儿带孩子出去过也不是不行。这话一出口，林大勇和林父都摆手反驳，林母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。孩子大了就该各过各的，省得天天吵架，日子过不安稳。再说胡子大娃他们一天天都大了，家里也没那么多地方住。我的意思是分家，家里东西分，让月儿去问问大队，村西边那间没人住的房子能不能给月儿住。林母的话，林父吧嗒着旱烟听进去了。总之我是一定要带孩子出去单过的。你们同不同意分家？半晌，林父点了头，我同意。大勇呢？我没意见。伦，咱们还在一个村，你还是天天都能见到我。好好的非得出去。林母和林父看着儿子女儿兄妹情深，也觉得欣慰。行了，这事儿就定了，吃饭吧。大勇，我给包了点鸡肉，你拿着去接你媳妇儿去。我不去。林大勇黑着脸说道，心里对媳妇生气，气他就那么容不下自己亲妹子。你牛脾气又上来了是不？要不吃了饭再去吧，吃了饭你们爷俩去大队长家。老头子你给问问房子的事儿。大勇借自行车去接桂枝。林大勇没吭声，等于是默认了。林母端了一大盆炖鸡肉上桌。小宝是咱们家的小福星，是大功臣，奖励吃鸡腿。谢谢姥姥。吃吧。小宝你口水都流出来了，香香呀。此时张桂枝坐在娘家，看着娘家桌子上摆着的一碗咸菜疙瘩，一人一碗能数得清米粒的菜糊糊汤，心里不禁有些后悔，早知道就不赌气回来了，要不然现在都吃上鸡肉喝上鸡汤了。娘，我不想吃咸菜。有咸菜吃就不孬了，这年景谁家有多一口粮食？张桂枝的弟媳妇没好气地教训道。张桂枝听得心里不得劲，她往家带东西的时候，弟媳妇可不是这个样的。正要开口说话，她爹开口了：
桂枝，你也不小了，咋动不动往娘家跑呢？吃了饭就回去吧，你侄子都大了，家里住不开。张父的话让张桂枝一下子面红耳赤，人和人咋就这么不一样？她小姑子在家被全家人心疼，而她回了娘家就是人人嫌。我就住一晚上，天黑了咋走？要不吃了饭叫你弟送你一段路。张桂枝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错愕地看着自己娘，正要说话时，林大勇就来了。爹娘，桂枝。大勇啊，你来了。爹娘，这是我娘家带来的鸡肉。林大勇把报纸包了好几层的鸡肉放到桌子上，张家人的眼神立马就变了。姐夫你坐，我们正说着待会儿给我姐送回家呢，你就来了。可不嘛，孩子他姑父，你可担待些桂枝，他就是臭脾气，要是跟你闹你就抽他。林大勇听着心里不舒坦，大人不对，还是大勇明事理。桂枝你还有啥不满意的？见林大勇来了，张桂枝也不用别人催，主动站起身就说走吧。刚出门就听到屋里孩子争着抢着吃鸡肉的声音，来就来，还带鸡肉干啥？娘让带的。娘让你来接我的。那还能有假？你也是大着肚子还到处乱跑。呵，谁叫你们老林家不拿我当人看？谁不把你当人看了？不把你当人看，能让我拿着鸡肉骑自行车来接你？这话倒是让张桂枝心里舒坦了一大截。我给你们老林家生了2个小子，肚子里这个包拯也是，我可是有功的。行，你最厉害了，行吧？不过这儿子闺女的话，以后可别再说了。我们家不搞重男轻女的一套，这都新社会了，妇女也顶半边天。叶儿，我去问了你队长叔了，他说那房子批给你住了。爹，谢谢爹。妈妈，是因为小宝才搬走吗？不是，是妈妈想带着你和哥哥们搬走的。妈妈，我会很乖很乖的。林母和林父进屋，2个人商量这家该怎么分。他们虽然疼爱闺女，但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当初落户的时候，大娃他们都划在咱家，这会子就都给月儿划过去。等农忙了，咱还是得帮着闺女一块干。家里的东西该咋分就咋分，粮食多分点过去，钱明面上就给月儿100块钱吧。我还攒了点私房，等回头给闺女带上。都听你的吧，就是别叫桂枝寒心。我知道家里总共300多块钱，200多都归大勇屋里，粮食咱这边人多，留的也比给月儿的多。林母叹气道，她又开始心疼起闺女了。留点钱出来，我得给闺女修房子，那房子太长时间不住人，房顶的重新补。好臭，婶婶，你是不是吃粑粑啦？夜晚，老林家坐在一块，正式开始分家了。有意见可以提出来，咱们再商量。我没意见，我们也没意见。我们老2口就跟着大勇过。爹娘，以后我和我哥一块给你们养老。行，反正一个村子住着，到时候我跟你爹儿子家住几天，再去闺女家住几天。4日清早，哎，听说了吗？老林家分家了。他家不就林大勇一个儿子，分啥家？儿子和闺女分家呀。我男人早上去大队干活，听大队长和会计说的。这还是头回听说。你们说说，老林家这闺女说她命苦吧，爹娘疼的什么似的；说她命好吧，生了3个儿子都还被男人休了。再疼还能疼过儿子去，肯定是儿子儿媳妇有意见了，这不把他和几个娃娃赶出来了。不许你们说我妈妈。正当他们说的在兴头上，突然一道童声打断了他们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家那个捡来的小丫头吗？她都改口叫妈了。哎呦，这林月还真是不发愁啊，3个拖油瓶了还不嫌多，还捡1个。几个女人丝毫不把小宝放在眼里，不过是一个小屁孩罢了。喂，你哪来的呀？都是因为你妈妈才被赶出来的，真不害臊。哼，才不是呢。好臭，婶婶，你是不是吃粑粑啦？听到小宝的话，周围的几个人都忍不住笑了。那女人恼羞成怒，红着脸正要骂，就看到大娃几个孩子跑过来。小宝，我们走了。好哦，哥哥。臭婶婶，小宝不和你说了，拜拜。你这个嘎丫头！林月搬来的这房子因为太久没人住，房子没有人气，院子里长满了杂草。妹子，你这咋住啊？还是在家住吧。哥，你就别劝我了。妈妈，我们也来帮忙哦。去，出去玩去吧。虎子带着弟弟妹妹们别去远地方。知道了，奶奶。尤其是你妹妹，别让摔着。知道啦，姥姥。孩子们走到一片开阔的地方，二虎提议道：咱们玩捉迷藏吧。行，我要当抓人的。小宝不会哇。很简单的，小宝到时候二哥闭着眼睛数数，我们就找地方藏起来，让二哥找我们。对，要是被我抓到了就输了，要是我抓不到你就赢了。要是赢了的，咱们中午多吃1个饼子。一听见饼子，小宝顿时眼睛亮了。吃饼哇。行，那咱们开始玩吧。等我数到100，我就去找你们了。
见妹妹愿意玩游戏了，二娃这才闭着眼睛开始数数。1、2，小宝你快点藏起来，被抓到就没饼子吃了。不要，小宝要吃饼饼。小宝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藏起来了，在某个草堆里，头顶着树叶，脸上身上脏兮兮的抹着野草和泥。哥哥找不到小宝。小宝一边嘟囔着，一边嘴角带着甜甜的笑容，竟然睡着了。至于几个哥哥，陆陆续续就被找到了。小宝还挺厉害，藏哪去了还没被抓到？不知道。小宝出来吧，你赢了。找了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小宝的动静，大娃皱眉，得出个结论：小宝丢了。孩子们慌了，匆匆跑回去找大人。传，对，都去找找，好好的孩子咋能丢了呢？正当老林家乱套的时候，小宝也醒了。哥哥还没找到小宝。就在这时，路过的一个妇女看见一个胖娃娃坐在草丛里，便开口说道：哎呦，这不是老林家捡的小闺女吗？说话的正是上回在河边跟林母说想要小宝带回家当童养媳的王桂花。小丫头，你咋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找哥哥。王桂花眼珠子一转，冲小宝露出一排黄牙笑了。我知道哥哥在哪，跟奶奶走。找哥哥嘛。是带你找哥哥。王桂花领着小宝回到他家，一个光着屁股脏兮兮的小孩傻笑着跑出来。羞羞，嘿嘿，羞啥羞？你这孩子，耀祖你看看奶奶给你带回来的小妹妹好不好看？给你当媳妇行不？嘿嘿，行，媳妇。见孙子点头，王桂花心里就更高兴了。你骗我，哥哥不在这里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再喊信不信我打你了？你老实点，给我宝贝孙子当个小媳妇儿，以后家里少不了你一口吃的。呸呸呸，你是大坏蛋。你不累你就跑吧，反正我锁门了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嘿嘿，好玩好玩。好玩你个头啊，你也是坏蛋，你是小坏蛋。嘿嘿蛋。耀祖来，奶奶给你做饭吃，饿死这个臭丫头，饿上2天我看你还嘴硬不？王桂花牵着孙子往屋里走，至于小宝，她一点都不担心。门锁了，除非这小丫头长翅膀。小宝瘪着嘴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小宝想找妈妈，想姥姥，想哥哥们。正当他要掉眼泪的时候，耀祖开口道：嘿嘿，媳妇。我才不是呢，你是坏蛋，我不跟你好。去。耀祖伸手举到小宝面前，竟然是一个圆滚滚的煮鸡蛋。给我的。嘿嘿嘿。小宝突然觉得这个傻哥哥好像也没那么坏嘛。谢谢你。小宝开心的接过鸡蛋，暂时都忘记自己被人偷走的事情了。还不等他开心的咬下去，就见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从小宝手上把鸡蛋夺走了。嗷呜！傻耀祖一口咬下去，小宝呆了。呜呜，坏蛋，大坏蛋！呜呜，我要找妈妈，妈妈，姥姥啊！小宝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声音大的离谱，哭的王桂花心惊胆战的。哭啥哭啥，要死啊！我要回家，呜呜！此时老林家一群人也在村里到处找小宝。虎子，你回家看看，小宝是不是自己回去了？林母他们见到人就问，几乎是挨家挨户的找了。突然，林月小跑的步子突然停了下来，她隐隐约约好像听到小宝哭着喊妈妈的声音了。嘎丫头，你给我过来！我不，我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别做梦了，你一个赔钱货，丢了都没人找，你以为你是香饽饽？你胡说！你就乖乖留下，往后听我的话，照顾好耀祖，家里不缺你一口吃的。要是还不听话，你就等着我把你掐死扔河里去吧。小宝害怕的往后退了退，嘴一瘪又放声哭起来。这下林大勇也听到声音了，小宝的动静。两个人顺着声音一户户的找，终于锁定了最远处的王桂花家。小宝，你在里面吗？小宝捉迷藏被人拐了，居然还说自己赢了要吃饼饼，一家人哭笑不得。现在林月来救小宝，妈妈，我在。听见小宝的回应，林大勇一脚把门踹开了。林月一眼就看到站在院子里惨兮兮掉眼泪的小宝。小宝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有妈妈在，别哭。林大勇，你们这是干啥？小心我告你们私闯民宅！我家小宝咋在你家？你偷孩子？谁偷孩子了？我是在路边捡回来的，就许你们家捡孩子，不许别人捡孩子了。你放屁！小宝，别怕，你和妈妈说怎么回事？他是大坏蛋，他说带我找哥哥。小宝不怕，妈妈和舅舅在，没事了。林月心疼坏了。王桂花，你还狡辩？那又咋了？我在路边捡到的，你有啥证据说我偷小孩？这会儿林母和林父带着孩子们赶来了。听到王桂花的话，林母气得上去就要和她厮打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想把小宝拐到你家给你的傻孙子当媳妇。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这回的吵闹声也引来了村民的围观。各位乡亲们，大家伙都在，这孩子叫小宝，以后就是我林月的闺女，往后还希望诸位大娘婶子、乡里乡亲的多照顾。
是啊，这是我们老林家的孩子，往后大家伙都帮忙多照看些。我林老二在这里谢谢大家伙了。行，放心吧，往后这孩子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是你家的呢，谁都偷不走。对，但是经过今天后，全村人都知道小宝是林家的孩子了。小宝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哥哥，我赢了嘛？赢喽！太好了，小宝要吃饼饼，还吃饼饼？往后要是乱跑，就不给饼子吃。小宝以后不可以跟着别人乱走，要是被人带到很远的地方，我们就找不到你了。不要，小宝听话。好，咱们回家给小宝做饼子吃了。我们的饼子也给小宝吃。几个哥哥就都表示要把他们的那份都给妹妹吃。该这样，让你们好好看妹妹都没看好。不要不要，小宝吃不完的，胖胖，小宝少吃点。今天过后，林月就要带着4个孩子搬到村西头住了。几个孩子正在一起玩，正玩得乐乎时，远处一头老黄牛正发疯似的朝着正在游戏的孩子们冲撞而来。孩子们快跑快跑快跑！大娃最先反应过来，救命啊娘！三娃，小宝快跑！胡子几个大孩子还不忘记回头去找弟弟妹妹。三娃拽着小宝鞋都跑掉了。哎呦，生产队的牛疯了，快跑啊！几个过路的大人也吓得脸都白了，扁担一扔就往家跑。胡子和大娃各自拉住一个孩子，三娃和小宝几乎是被拖着往前跑。那头牛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同时加速冲了过来。哎呦！三娃突然身体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。三娃，大娃也因为惯性被带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快去救孩子们了！远处传来几声焦急的呼喊声，几个手持农具的男子急忙飞奔而来。然而，当他们赶到时，却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：一个身材胖乎乎、圆滚滚的可爱小女孩。她小小的身躯正勇敢地挡在了那头体型巨大且凶猛的疯牛面前。此刻，那头原本狂躁不安、横冲直撞的疯牛，居然真的奇迹般地停下了。牛牛别怕！他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轻轻抚摸那头牛。刚才还暴躁无比的疯牛，在感受到小宝轻柔的抚摸之后，竟然像是突然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，就这么直挺挺地轰然倒地。这时，民兵队的也赶来了。砰！一声巨大的枪响，那头疯牛再也不能起来伤害人了。哎，好好的牛咋就疯了呢？队长，要不趁着牛刚死，找几个人把牛宰了吧，给大家伙都分点肉吃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林大勇回家的时候扶着腰，疼得直哆嗦。爹，你咋的了？救救你哪疼？我在地里干活，差点将牛给拱了，得亏我跑得快。哎呦，那你这是受伤了。听到林大勇的话，林母几人也都吓了一跳。没事，就是跑的时候给我扭了。你可真有出息，快回屋趴着去。爹，你真行，还不如我们呢。舅舅，小宝可厉害了，今天我们都吓坏了，他还敢摸那头疯牛呢，不愧是我妹妹。小宝被哥哥们一人一句夸得小脸通红。我咋不如你们了？你们不也是逃跑了？赶拦牛的是小宝，又不是你们。你还胡说！要是教会了，下次一个两个的都往前冲，我就找你。小宝啊，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说的亏命大，要不然那牛……林母说不下去了，看着小宝又是气又是怕。小宝，你以后可不许这样了。小宝是为了保护我。三娃替小宝抱不平了，都是你，你要是跑快点不就没事了？一家人正在教训孩子，生产队队长就来了。都在家呢。队长叔来了，快进屋。我不做了，来和你们说一声，明天早上咱们大队分牛肉，你们到时候记得去领。分肉啊，那感情好。对了，大叔，这我们家月儿已经分出去了，这我们两家子肉也就分开领吧。行，我来还有一个事儿，你家小宝这孩子真是神了，好几个人都作证，说是你家这小丫头临危不惧，阻挡了这头疯牛伤害伙伴们。大队开会决定，给你家小宝多奖励2斤牛肉。听到这话，林母几人都高兴坏了。小丫头，你可真厉害呀！我很厉害的。听到那2斤牛肉不是自家的，张桂枝撇嘴，有些不高兴。你后悔了吧？要是我妹在家住着，那2斤牛肉就是咱们一家人吃。疼死你算了。因为这头疯牛折腾的老林家到了天黑才吃上饭。胡子，给我把酒拿来去。老爷，以后小宝给你买酒喝。瞧瞧，还是小宝最好，最懂老爷了。等我们长大了赚钱也给爷爷你买酒。行，早晚给他喝成老酒鬼。林母笑骂道。一家人乐呵呵的开始吃饭。叶儿，以后出去单过日子，遇到啥困难就回来找爹娘。对，地里的活到时候哥去帮你干，平时没事你就来家，咱家没那些熊事。林月心里感动极了，她一直都知道自己被全家人宠爱着，但越是这样，她就越要独立起来，不让家里为难。行了，都吃饭吧。晚饭后，林月正要回屋，屋外看到4个孩子坐成一排。明天我们就要去自己的家住了，到时候妈妈会更辛苦的。
我们是被赶走的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以后我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尤其是你三娃。知道啦，我也会听话的。孩子们之间的悄悄话让林月不禁红了眼睛。天才刚亮，林月就带着孩子们搬家了。林母看着家里空空荡荡的，忍不住叹气。娘不要紧，东西慢慢添置，以后啥都会有的。我们去大队领肉吧。你们乖乖在家待着。林月拿了个盆，跟着林母一块去大队领肉。你们看啊，老林家闺女咋都来领肉了？可不咋的，她怎么好意思来？喂，我说张知青他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陈三媳妇故意大声问道。你一个外村的都能来，我咋不能来？我嫁到咱们大队了，我就是这里的人。你呢？你应该回城啊。回你老娘个腿！林母怒了。莲，别理他。我家在咱金山村，我户口也在。你要是觉得我不该来领肉，那你去给我迁户口吧。你把户口给我迁到城里，我下次就去城里领肉。林月冷笑着看着陈三媳妇儿，语气不冷不淡的，但却把陈三媳妇儿噎了好一顿。陈三媳妇儿说不出话了。叔，你给我随便选吧，哪里都行。还是月丫头有觉悟，这块是叔专门给你留的，你拿回去给孩子吃。谢谢叔。当林月回到家时，一幅温馨热闹的画面映入眼帘。大娃正领着弟弟们忙碌地干着家务活呢。哥哥加油，哥哥最厉害！眼尖的小宝一眼瞧见了走进门来的林月，立刻欢呼雀跃起来。妈妈，是谁把你抱到桌子上去的呀？是大姑啊。妈妈，你领了这么多肉啊？这里面还有一半是大队里奖励给小宝的，因为昨天小宝临危不惧，很勇敢。那等吃肉的时候让小宝多吃。咱们晌午吃肉。哦，妈妈太好了，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小宝最爱妈妈啦。看着孩子们天真幸福的模样，林月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，宛如冬日暖阳般温暖。此时此刻，她觉得自己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晌午，林月终于把热气腾腾的炖牛肉端上桌了。新家的第一顿饭，吃吧。吃过午饭，仔仔们欢快地来到了老林家。看到大娃几个孩子来了，张桂枝眉头忍不住皱起。这才多一会儿就又回来了，真是烦人。你胡咧咧啥？来，孩子们洗洗手，正好来吃饭。你们妈呢？妈妈在家。姥姥，我们吃过饭啦。真吃过了。我妈妈做的肉肉可好吃啦。小宝说着，还挺着自己的圆肚皮让林母林府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吃饱了，这小肚皮都能打鼓喽。听到孩子们都吃完饭了，张桂枝的脸色好看了不少。我们是来找哥哥玩的。姥爷姥姥，我们先回家了，等下回再来找哥哥玩。大娃年纪稍微大些，能看懂大人的脸色了。姥爷姥姥拜拜，舅舅哥哥拜拜。小胖团子笑眯眯的和一圈人打招呼，唯独到张桂枝的时候就直接跳过去了。哼，静静不喜欢哥哥们，也不喜欢妈妈，更不喜欢小宝，不喜欢小宝，小宝还不喜欢你嘞。大王，我们吃完饭就去找你们。多大小了就知道玩，明天都给我滚学校上课去。林父林母虽然不悦儿媳妇这副指桑骂槐的劲儿，但是对于让胡子兄弟俩去学校的事情还是很赞同的。对，去上学去。星期一的天是晴朗的天。仔仔们唱着歌谣，晃晃悠悠的往回家走。嘿嘿，媳妇。小宝看到傻耀祖的时候吓了一跳。坏蛋！媳妇，嘿嘿，回家。谁是你媳妇？快滚！哥哥，小宝要回家。小宝别怕，哥哥给你报仇。三娃，你带小宝躲远点。二娃冲上去抓住傻耀祖就开始打，很快傻耀祖就被打得嗷嗷直哭。哥哥，我们快跑吧！小宝看到不远处的王桂花正在朝着这里跑过来，连忙喊道。两个哥哥带上三娃小宝一溜烟的往家跑了。我的耀祖，哎，谁给你丫打掉了？杀千刀的！小宝，不许告诉妈妈我们打架的事情。不可以嘛？妈妈要是知道了会很生气的，还会打我们屁股。我不告诉妈妈，哥哥保护小宝，小宝保护哥哥屁股。刚进门就见林月在院子里整理野菜。上哪玩去了？就在村里玩了。小宝，林月正要开口，三娃眼睛一转，妈妈，我想喝热水。我给你倒水去。小宝什么都不说。当林月倒水回来后，几个孩子早就回屋了，只剩故作无辜的小三娃眨巴着眼。嘿嘿，妈妈，你倒的水真好喝。馋。看着小三娃的样子，林月扑哧笑起来。老话说的那话还真是有点道理。俗话说老大憨，老二奸，老三精，他家三个儿子还真是没错。这边王桂花带着他的宝贝孙子在村里闹腾了一晌午，他的宝贝孙子被人打了，牙都被打掉了。林月脑海里浮现出大娃二娃灰头土脸回家的样子，再想想几个孩子不自然的神色。林天泽、林天启、林天华都给我出来。小宝妈妈喊了。妈妈没喊小宝哦。小宝你也出去，要是妈妈打我们，你就拉着妈妈。的。小宝乖乖点头。
承认错误还是好孩子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带弟弟打的傻，打的耀祖。不是哥哥，是我先动手打的，哥哥是为了帮我。妈妈，我们也给哥哥加油了。三娃的话让大娃和二娃都忍不住笑出声了。笑什么笑？你们把人家的牙都给打掉了，你们还笑？妈妈，哥哥是帮小宝，小宝害怕，小宝不是他媳媳。什么媳媳？傻耀祖拉着小宝说小宝是他媳妇，上回他奶就要把小宝偷走，哼，他们都是坏人。林月听到孩子们的话，心里十分欣慰。你们能团结起来保护弟弟妹妹，我觉得很高兴。孩子们了，你们都是妈妈最疼爱的宝贝，以后也要一直这样相互关爱哦。妈妈，那您不会再打哥哥的屁股了吧？放心吧，妈妈不打了。太好了，小宝最喜欢妈妈了。真是个小滑头。明天妈妈想去镇上买一些布料回来，给小宝做新衣裳。妹妹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穿上新衣服肯定更俊了。妈妈，我也要去。小宝跟我去镇上，那大娃你们3个下午只许在家门口玩，不许跑远了。妈妈，你会买好吃的吗？三娃也想去镇上，但他不好意思像妹妹一样撒娇。看你们表现，要是表现好，我就给奖励好吃的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听话。上过学的都知道，人在学校心在家。大小虎2兄弟为了逃避上学，还来小宝家躲了起来。现在下午，林月带着小宝正往镇上走，就碰见了林母。姥姥，小宝，你和你妈这是上哪去啊？我要带着小宝去供销社买东西，娘你有要带的东西不？林月说完，看着林母这喘息的样子，又问：娘你又上山了？没啥要买的，家里啥都不缺，我这不是上山转转吗？你说也是奇怪了，上回咱们去的那片林子，我怎么转也找不着了。是不是娘你记错位置了？真是怪了。小宝知道误。好，小宝听话，跟妈妈去买东西吧。等下次姥姥上山就让小宝带着，好不好？好。一路上母女俩说说笑笑的，终于到了镇子上的供销社。同志，我想买布。要啥颜色的？新鲜点的就行，我给我女儿做衣裳。有几个尚未成婚的售货员看到小宝时，都不禁眼前一亮。小朋友，告诉阿姨们，你今年几岁啦？我3岁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长得真漂亮。我叫小宝，你们也漂亮哦，姐姐。哎呦，这孩子太好玩了，他管咱们都叫姐姐呢。小宝，姐姐这里有瓜子，还有几个地瓜糖，都给你吃。谢谢漂亮姐姐。同志，你这女儿太可爱了，真羡慕你呀。谢谢你们。从供销社出来，小宝开心的拉着妈妈的手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林月吗？林月在看到那女人的一刹那，脸色微微变了。请你让开，我要带孩子回家。呵，看这小孩年纪也得2岁多了吧？张之清跟你刚离婚，你就改嫁了，你还真是。苏青青，你闭嘴！我和张平离婚了，你不必拿话刺我，我早就不在乎他了。苏青青也是金山村的，当初她为了追求张平，天天往林家跑。后来得知张平喜欢林月后，就把林月视为仇人。切，分明是张之清醒悟了，看不上你。你呀，现在过得一定很惨吧？活该！你才活该！小宝那圆嘟嘟的小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。哟，小胖妮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妈是个很贱的女人啊？听到这话，小宝瞬间被激怒了，他小小的身躯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小宝和你拼啦！小宝由于速度太快，就这么一头扎在了苏青青的肚子上，随着砰的一声闷响，两人一同摔倒在地。小宝，你哪里疼了？妈妈看看，摔到哪里了没有啊？妈妈，我不疼。林月，你敢让你闺女打我？你别不要脸了！你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无辜骂人，我女儿是听不下去了，为了维护我。对，这小孩真懂事，知道护着自己娘。就是我刚才可看见了，是这女同志先嘴巴不干净挑事的。你们知道什么？而林月早就带着小宝转身离开了。一路上，小宝紧紧抿着嘴唇，像个小大人似的，一声不吭。小宝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刚刚打坏姨姨，弹丢了。没关系，等下回妈妈再带你去买，到时候给你和哥哥们一人买一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下午，大娃二娃带着小三娃着急地眺望着村口。妈妈和小宝咋还没回来？妈妈回来了，你们俩快看！我也看到了。哥哥，小宝，镇上好不好玩呀？妈妈，你买好吃的了吗？就想着吃，晌午不是才给你们炖肉吃了？妈妈，你说话得算数，你说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的。买了，回家再看。一群馋猫。妈妈，今天胡子哥和二虎哥找我们玩了，他们要去上学了。上学是好事啊，等明年大娃和二娃也都去上学去。我不要，二虎哥哥今天都哭了，我也不要去学校。不上学不学习文化就会变傻变笨，你们不是都笑话过傻耀祖吗？他是因为天生身体不好生病才傻的，而你们要是不学文化，就会慢慢变得和他一样傻。
我不要当傻子，我要上学。大娃第一个说道。我也不当傻子，小宝也不当傻姐。小宝捧着点心乖乖道，眼神坚定极了。他一想到傻耀祖的样子就觉得害怕。那二娃你呢？到时候再说吧，反正我才不会变傻呢。次日，胡子和二虎来了，两个人都挎着个帆布书包，一副慌张的样子。我姑呢？妈妈去地里浇水了。胡子哥，你们不是去上学吗？咋跑来了？快让我们躲起来，我们才不去学校呢。胡子和二虎急冲冲地往里屋跑。胡子哥还有二虎哥平时对我们那么好，我们不能告状。正说着，林母就来了。大娃，你们见胡子和二虎没？没见到。大娃眼神躲闪道，让他撒谎他可不擅长。这不，林母一下子就看出来大娃的不自在了。林母没好气地冲屋里喊道：别躲了，胡子二虎你们自己出来，不然我可就让你们爹狠狠打你们一顿。胡子哥，我们没告状。奶奶，我们不想上学。真是随了你们爹，不去也得去，不上学就是睁眼瞎。妈妈说不上学就会变傻姐。对，变成傻子就会和傻耀祖一样，以后娶不上媳妇了。林母扑哧笑了，三娃理解的倒是很透彻。这时，林母突然想起小宝带他们上山挖野菜的事。小宝，你还能带我们找到山上咱们上次去的那片林子吗？小宝带姥姥去。姥姥，我们也去。好，咱们去喊上你们妈妈一块去。小宝带领着一群人很快就来到了上次他们去过的那片林子。真是奇了，我来了好几趟就是找不到，小宝带咱们一找一个准。我很厉害的。你们带着妹妹在这里不许乱跑。林母和林月准备大干一场，这么多野菜带回家又能吃好些天了。小宝，我们也来挖野菜。大哥，你和小宝一组，我和二哥一组，咱们比赛看咱们谁先挖到一筐。比就比。小宝看到哥哥们都很认真的埋头在地上挖野挖，小家伙左看看右看看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找到啦！小宝跑了2步，自顾自地蹲在一处，开始小心翼翼地挖起来。我挖到一个啦！小宝，这萝卜还没长大呢，你就给挖了？要长大的嘛。那一边挖野菜的林母往这边看孩子们在干啥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林母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。月儿，你快来，你看小宝手上拿着的那是不是山餐啊？姥姥妈妈，你们看。林月母子一家人去山上采野菜，可没想到小宝居然挖出一根稀有的山参，卖到了不少价钱。咱们来瞧瞧。你快看看，是不是和我爷爷从前泡酒的那个像？林月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到过爷爷在一个坛子里泡着一根山参，这就是山参，我肯定没认错。就是不知道是啥年份的。妈妈，小宝挖的能吃吗？不能吃，但能卖掉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妈妈，这不是萝卜吗？傻孙啊，这可不是啥萝卜，这是山参，是好东西。小宝运气可真好，我们怎么就挖不到呢？这好东西要是满山遍野都是，就不叫好东西了。妈妈，换钱买肉肉。爹，回家就给小宝和哥哥做肉吃。等回头你去镇上找方神医去，叫他看看这个山参是啥年份的，值不值钱。方神医从不骗人。对，等我下午就去问问。下山后，这会子已经过了晌午了。下午你们在家，妈妈去镇上办点事。妈妈，你要去卖山参吗？对呀，带上你们走得太慢了，在家听话，我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吃肉肉。对。村口中心正有一群孩子在玩老鹰捉小鸡呢，小宝没有加入，他乖巧地蹲在一边。小家伙都没注意到自己身后多了个慈祥的老奶奶，这正是村里备受尊敬的抗日英雄老太太。小丫头，你叫啥？小宝虽然不认识，但却觉得这个老奶奶很亲切。我叫小宝。小宝，你得喊我太奶奶，知道不？太奶奶好。哎呦，小宝真懂事，和月丫头小时候一样招人待见。你认识我妈妈？是啊，你妈妈小时候长得和你一样俊，你们还真是有缘分。老太太坐在旁边一块大石头上，抱着小宝，生怕给他摔地上，动都不敢动。你这小娃娃倒是不认生。太奶奶是好人，小宝知道。小宝竟然坐在太奶奶身上。大哥，咱们得把小宝救回来。我咋看着小宝在笑呢？哎，太奶奶咋也是笑模样呢？哥哥，小宝喊我们过去呢。他可是很怕太奶奶的，村子里的孩子大多数都害怕这个太奶奶。胆子真小，还不如小宝呢。太奶奶好。好孩子，你们妈上哪去了？上镇上买东西了。而此时，林月也挎着篮子已经到了镇上方神医的家里。林月小时候因为体弱，林母林父没少带她来看病。方二爷，月丫头来了，怎么是哪里不舒坦了？
没有，我是从山上挖野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想叫你帮我看看。方二爷从林月手里接过来一看，月丫头，你真是好运气啊！这是野山参。那二爷这野山参你收不？你这山参年份虽然不算久，但也至少有50年了，好东西，确确实实的好东西，我收。那能值多少钱？月丫头，二爷跟你说实话，这野山参你要是拿到县城仁善堂去卖，能换400块钱，但在我这里，我只能给你360块。方二爷不舍得把视线从山参上挪开，表情微微惋惜，想着恐怕要和这上好的野山参无缘了。二爷，那我就把这山参卖给你了。我这就去给你拿钱。和方二爷道别后，林月大步往供销社走去。同志，给我来1罐麦乳精，10块地瓜糖。呀，是你呀，同志，你今天咋没带孩子来？刚好来镇上办点事，把孩子放家里了。你家那孩子真是俊，是个小福娃。我们秦姐上回和你们家孩子说了几句话，晚上回去做梦还梦见你家小丫头了呢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没几天呀，秦姐突然觉得恶心不舒服，去医院查了才知道怀孕了。我还和大家伙说，要是再遇见你家小丫头，一定要好好感谢呢。真是恭喜你啊，秦同志！但这事儿你真的不用谢我家小宝，是你缘分到了，孩子自己来了。不，我和我丈夫结婚5、6年了都没怀上孩子，我们本来都不抱希望了，一定是沾了你们家小宝的福气。秦姐说着眼泪都要出来了，林月有些不知所措。这2包点心你就当是我的谢礼，带回去给孩子吃吧。这不行，我不能要。同志，你一定得收下，要不我和我家里都不能心安。你把这点心拿回去给小宝吃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能再沾沾福气，平安长大。是啊，这位同志，秦姐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收下吧。对，我们秦姐人可好了，这回怀孕了，我们大家伙都替她高兴。你收下点心回去给你家小福娃吃。供销社里的其他售货员也纷纷替秦姐说话，林月无可奈何地收下了。到家的时候，仔仔们正在家里玩呢。妈妈，我好多好吃的。妈妈，小宝想你。妈妈也想小宝。林月看围着篮子不时发出惊讶兴奋的欢呼声的3个臭小子，见了好吃的比见了亲妈还亲，真是白眼狼。妈妈，我也想你。妈妈，珊珊卖了很多钱对吧？要不你咋能买这么多好吃的？就你知道，把东西提到屋里去。小宝，哥哥们在家听话没有啊？哥哥们很乖，小宝也乖。妈妈，今天村里的太奶奶抱小宝了，真奇怪，太奶奶竟然还对小宝笑，我们过去也对我们笑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妈妈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太奶奶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，你们见了她一定要尊敬，要有礼貌。可是太奶奶看上去很凶，小宝，你不怕太奶奶吗？太奶奶很好的，小宝喜欢她。孩子们正叽叽喳喳地说着，院子外传来声音：月丫头，老太太来了，快进屋坐。这是从前家里留下来的，放着也是可惜。你给小丫头做身衣裳穿，剩下的给你家几个小子看看也作践。这怎么好？我一个老婆子了，总不能穿这么嫩的颜色吧？那不跟老妖婆一样了。孩子们，太奶奶来了，快点打招呼。太奶奶好。太奶奶，你是来找小宝玩的吗？对，小丫头，你瞧你抹的小花猫似的。孩子们，这是太奶奶给的布，专门拿来给你们做衣裳呢。你们要好好谢谢太奶奶。谢谢太奶奶。听到妈妈的话，再看看慈眉善目的太奶奶，孩子们觉得太奶奶好像也不是特别凶嘛。月丫头，你这家里没有个劳力，总归是不安全。赶明儿你去村里头问问，弄只狗回来养着。我知道了。小宝看上了一头小猪仔，但刘大娘却说这猪生下来就有病活不久。然而小宝仍然把它带回家养，最终没想到这小猪居然被小宝把病养好了。现在小宝换好看的新衣了，这是妈妈给小宝新做的衣服，喜欢吗？啊，妈妈，小宝喜欢你。林月被小宝软萌的样子迷得不行。哥哥呢？哥哥早就出去玩了，就剩你这个小懒虫不肯起来。哼，不带小宝。今天村里刘奶奶家的老母猪下崽了，你哥哥们都去看了。小宝也想去看。哥哥，小宝你起来了。刘大娘，下了几只小猪啊？下了4只，就是有1只不中用，估摸着今天就得死。小宝目不转睛地盯着草堆上那只粉粉嫩嫩一动不动的小猪。妈妈，怎么了小宝？妈妈，我想要那只小猪。小宝，这是刘奶奶家的小猪。丫头，这小猪生下来就有病，活不久，你带回家干啥？小宝喜欢它，小猪不会洗的。小宝听话，回头妈妈去给你抱只小狗回来。孩子喜欢，你就给孩子带回去玩呗，反正也就是图个一时的新鲜。这小猪仔就送你们了。
娄大娘，要是这小猪我们带回去养活了，不可能活，我养了半辈子猪了，还能不知道？要是小猪活下来了，我就按照小猪仔的价给你送钱。行，都随你。回到家，小宝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猪仔不肯松手。小猪不要怕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太好了，以后能有猪肉吃了。小宝生气地看着哥哥，才不是呢，小宝不和哥哥好啦。小宝，你养着小猪仔不是为了吃肉？妈妈，小宝喜欢它。好好，那小宝就要尽责任，以后好好养它吧。我们给小猪起名字吧。小宝呆萌的脸上浮出一抹惊喜，叫红红吧。行，都听你的。而筐子里那只虚弱的小猪仔竟然也跟着哼唧了一声。林月觉得惊奇，小宝的福气还真是连猪都不放过啊。当天晚上，红红已经能挣扎着站起来了。小红红，快吃吧，长大和小宝还有哥哥一起玩。小宝，放心吧，他都吃东西了，明天一定就好了。林月家里一片温馨，然而老林家此时却乱作一团。林大勇，你给我嗷啥？你有没有良心？大勇，别吵了，孩子们都在呢。娘，你别管。林大勇这次是真的气坏了，家里竟然出贼了，贼还是他媳妇。你上回说你弟家娃娃得病，我爹娘给你拿了20块钱让你回去。上次过节你又说要10块钱孝敬你爹娘，逢年过节咱也从没有空着手回去过，对你娘家实在也算可以，你为啥还要偷爹娘的钱？原来前2天张桂芝娘家捎口信让张桂芝回娘家一趟，结果张桂芝从昨天回去之后就一直不大对，今天张桂芝就反常的把全家人都支出去了。林大勇回家取工具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媳妇儿在爹娘屋里翻箱倒柜的找东西。什么叫偷？林大勇，你别没完没了的。分家的时候，爹娘已经把钱都给咱们了，钱呢？听到丈夫的话，张桂芝眼神躲闪。你问这个干啥？我问你钱呢？大勇有话好好说。孩子之间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把钱都拿到你娘家去了，是不？你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娘说是借的。少给我说这些，这么多年只有借没有还。林大勇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给你们老林家生了虎子和二虎，我现在肚子里的马上也要出来了，我就是你们老林家的大功臣，跟我娘家接点钱你就这样？我拿家里的钱怎么就算偷了？我娘说能从城里给我弟买个工作，到时候我弟就是城里人了，到时候咱家虎子、二虎以后也能沾光，到时候长大了也能让他们舅舅在城里给找个好工作。张桂芝越说越起劲，眉飞色舞的，一副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一样的表情。林大勇失望极了，过不下去了，张桂芝，我们离婚。林大勇，你说啥？我说离婚，等你生完孩子，咱们就离婚。林大勇，你没良心！我给你生了2个儿子，肚子里的也是儿子，你还想和我离婚？你做梦！我从来没要求你必须给我生儿子，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，我们林家从来没要求。姑姑，虎子、二虎，你们怎么大半夜的自己跑出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虎子和二虎哭的眼睛都红肿着。我娘摔了，我爹和我爷奶送娘去医院了。别哭，你和姑说，你娘咋会摔了呢？呜呜，我爹和我娘吵架，娘打我爹，自己摔地上了。今晚上就从姑这里睡，等明天一早我就去医院看你娘去。次日天还没亮，林月就来到了医院。我嫂子怎么样了？妹子，你侄女没了。林月一下子愣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咋来了？孩子们自己在家能行？我来看看，过会儿就回家。嫂子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难过啥？大夫说是个丫头，月儿你来的正好，你劝劝爹娘和你哥，这有啥好哭的？又不是小子。张桂芝淡淡说道，语气里听不出一点对这个孩子的惋惜。那好歹是你怀胎10月的骨肉，你说这样的话，娘，我能生虎子和二虎，我就一定能再给你生个3孙子，你放心。闺女，这里也没啥事，你快回家去吧。娘，你跟我爹也回家吧，反正明天就出院了，一堆人在这也没用。那你自己在这能行，可别再吵架了。没事娘，我不和他吵。林大勇闷声闷气道，他现在甚至不想和张桂芝说话了，夫妻俩之间像是有了一条巨大的裂缝，越来越远了。林月带着林父林母走出医院。爹娘，我哥和嫂子咋回事啊？你嫂子叫猪油蒙了心，上我跟你爹屋里偷钱，叫你哥抓着了。孩子咋会没生下来呢？大夫说胎大，加上你嫂子摔了一跤，路上耽误了功夫，孩子难产，还没出生就憋没了。林母说着眼圈又红了，可怜这孩子了。哥哥，你们快来呀！小宝一个人待在院子里照顾小红红。哥哥，小红的病好了。我姑养猪了，太好了！等过年是不是能吃到猪肉了？不许吃小红哥哥大坏蛋！小宝，你讲不讲理呀？养猪不就是用来吃肉的吗？才不是呢！胡子哥，你别逗小宝了，我妈说了，可以养着小红。等回头猪长大了，可会很臭的。小宝会给小红红洗澡的。你自己都不会洗澡呢。哼，不喜欢胡子哥哥啦。等呀，小宝哥哥逗你玩呢。我带你找好吃的去。胡子连忙冲小宝说道。
听到有好吃的，小宝就不生哥哥们的气了，乖乖被胡子哥哥牵着手往后扇去。小宝突然顿住步子，指着林家老宅的方向说道：“哥哥，你们看，哥，咱姥姥和咱舅咋来了？”张桂枝不小心把肚子里的孩子摔没了，然而自己却不觉得有一点惋惜。张桂枝娘家这边知道情况后，就来到林家想要砸门。爹娘，要不咱砸开锁进去算了。姥姥、老爷，走，你们咋来了？你这孩子咋说话的？我们咋就不能来？胡子，二虎，你爹是不是打你娘了？我爹没打我娘，是我娘打我们爹。你娘咋会摔到医院去了？我娘追我爹打，自己叫门砍半了。家里大人呢？都去医院了。对，我们昨天住在我姑家，今天我姑也去医院了。虎子，你有钥匙不？把门打开。没有，我奶走的时候把钥匙拿走了。胡子才不想让他就这群人到自己家呢。从前就是每次舅舅来都是空着手来，拿一堆东西走。他娘总是把家里的好东西都偷偷给舅舅舅妈。爹，我把门锁砸了。不许你们砸锁！胡子和二虎急了，张着手挡在门前。大娃几个孩子也站在哥哥们身边挡着门。嘿，我说这几个崽子都起来，要不我不客气了。胡子听话，带着弟弟起开，你就这是给你们娘撑腰呢？才不是，你们要找我娘就去医院了。老林家大门外的吵嚷声很快就引来了一群吃瓜群众，而三娃和小宝悄悄跑开了，他们去找太奶奶来帮忙了。太奶奶会帮我们吗？会的，妈妈说太奶奶很厉害的。哦，那我们跑快点。三娃听到小宝的话，似乎有了信心。老太太看到气喘吁吁的两个小家伙闯了进来。小宝、三娃，你们咋了？太奶奶，有坏人要砸我们姥姥家的锁，大人们都去医院了，我哥哥们都在拦着。别急，有我在呢。小宝和三娃带着老太太赶到的时候，老林家门前已经围了一堆看热闹的人了。都给我住手！你谁啊？轮得着你多管闲事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光天化日之下来我们村子随便砸人家的锁，还欺负孩子，我就管定了。你们这些人就眼巴巴地看着外村的人来咱们村耀武扬威的，就看着咱们村的娃娃被人欺负。老太太，这是人家家事儿，他们是老林家的亲家，我们咋能掺和呢？是啊，人家娘家人来撑腰的，俺们咋管？那好，你们都相信老林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？事情还不知道真假，你们就听信外人的话，你们就胳膊肘往外拐。老太太眼神凌厉地望着他们，眼里满是失望。今天你们袖手旁观，来日你们自己家有事，别人也会一样。老太太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叫外村人欺负咱们自己人，欺负咱们的孩子。人群中不知道谁高喊一声：“老太太，你说咱咋办？”送大队里去，等老林家大人回来了再说。放开我！你们金山村的人不讲理是不是？金山村的人都是土匪啊！看着张家三个人被拉走了，人群中发出叫好的哄笑声。咱们村的人往后要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孩子们则是崇拜地看着太奶奶。谢谢太奶奶，太奶奶最好了。小宝乖，以后你们要是遇到困难，都可以像今天一样来找太奶奶。林月和林父林母刚到村口，就听说家里出事了。奶奶，我姥姥他们来了，还要砸咱家门。还好我和小宝聪明去喊了太奶奶帮忙，太奶奶让几个叔叔伯伯把坏人拉走了。林父和林母听见后直奔大队，果然看到大队部外头站了一堆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就听说亲家你们来砸门。我们这不是着急吗？有你们这么办事的，趁着我们不在家就来欺负孩子，还要砸门，着急你们咋不去医院？林母可知道他们是啥心思？哎呦，爹娘你们怕啥？是他们没理。我们咋没理？我姐都叫你们打医院去了，你们有啥理？以为我们老张家没人了是不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可没那么容易就算了，掏钱，要不我们就把我姐和孩子都接回家去，急死你们！林母气得不行了，没想到张友才会这么不讲理。亲家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胡子他奶，这事儿啊，确实是你们家不对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叫你们这么欺负去了，我心里难受啊。这么样吧，掏100块钱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这100块钱是给谁？当然是给我们了。张友才急了。好啊！林父着面前3个没良心的人，彻底的没有了想要继续聊下去的心思。老头子，咱走吧。哎，啥意思？你们啥时候拿钱了？你闺女在医院住着呢，明天就能出院，到时候找你闺女要去吧。
林母说完就和林斧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闺女生的是啥？是不是又给你们老林家生了个大胖小子？老婆子你咋想的？大勇不是说离婚吗？林，哎，午饭后，几个孩子们兴奋地挎上小篮子去摘桑葚。瞧瞧，这林月家的小丫头多好玩啊，白白胖胖的。都说3岁以下的小孩眼睛毒，你叫过来问问，让他看看你肚子里的是男娃还是女娃。大娃、二娃，你们过来。大娃认出这是他们村里的四婶子，人很好的。四婶婶好。小宝也跟着哥哥们乖乖地喊人，眼睛却好奇地盯在婶婶的肚子上。婶婶，你肚子里有小宝宝哦。是呀，小宝，你帮婶婶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爸，小宝宝乖乖哦。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有弟弟也有妹妹呢。小宝乐呵呵地说完，便被不安分的小红拽了一把绳子跑开了。等等我们，小宝，你去医院查了没有啊？说不准这么大的肚子真是双胞呢。哪有这样的好运气？前儿我男人刚带我去了乡镇医院去查了，医生说就一个，真希望肚子里的小家伙快点出来，要是跟那小宝一样白白胖胖的就好了。几个小孩找到了几棵野生的桑葚树，看着也格外粗壮茂盛。二虎，咱俩爬树上摘。胡子和二虎爬到树上去采摘桑葚，大娃、二娃、三娃还有小宝则是在地上捡那些熟透的果实。好甜哦！我们多采一些，等下次赶集的时候让大人带咱们去卖钱。对，到时候咱们也能和大人一样厉害，能挣钱了。小宝在地上捡了小半筐的桑葚，肉嘟嘟的小脸上抹得到处都是果浆的颜色。小宝突然看到不远处，小红红正在乱拱着什么。哎呀，小红红，你找到的吗？你太厉害了！草丛里竟然藏着一颗长得很奇怪的草。小红红，你吃吧，吃了就会变得和小宝一样不生病了，还会变聪明哦。小宝，快来，这里还有好多呢。来啦！林月和林母找来的时候，几个孩子已经摘了2筐了。大娃、二娃、三娃他们的小篮子里也都满满当当的了。姥姥、妈妈，我们想等赶集的时候带去卖钱。要不说咱们大娃聪明呢。爹，到时候要是卖了钱，就给你们零花钱。到时候我们都去赶集。你和虎子都得去上学，今天都应该给你们送学校去的。哥哥，小宝帮你们卖。那好吧。次日，张桂枝出院回到家就开始哭丧着脸了。爹娘，你们评评理吧，大勇非要和我离婚。桂枝，我跟你爹年纪大了，这日子过不过得下去，还是你们2个人说了算。张桂枝没想到婆婆会这么说，愣了几秒后咧着嘴大声哭嚎起来。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桂枝，实在是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家底，你说夫妻俩过日子，你背着大勇把家里的钱都给你娘家用了，这让大勇咋想？只许你们接济小姑子，不许我接济娘家。月儿是我妹子，是我们林家人，咋是接济？她就算在家吃喝一辈子，我林大勇都觉得合适。那我给我爹娘钱花，凭啥就不行？我跟你说不通。桂枝，你孝顺你爹娘是好事，我们从不反对。逢年过节，我甚至主动给你准备回娘家的礼，你说是不？你自己想想，出嫁这么多年，不管你生虎子还是二虎，还是现在这回，你娘家有关心你一回吗？昨天我和你爹从医院回来，满村人都看到了你娘家弟弟要拿石头砸咱们的锁，差点伤着咱家的娃娃们。林母说着，脸上的表情也越加难看起来。一想到昨天的事情，他就忍不住的生气。啥？听你娘说完。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，说是大勇把你打进医院的，但他们不去看你，反而来家里砸锁。你爹娘和你弟弟的意思让我们掏100块钱，他们就再也不提了。你说你娘家人对你有真心不？张桂枝听到这话，竟然还得意起来了。怎么样，这回知道我娘家有人撑腰了吧？张桂枝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喜啊？听到这话，林大勇暴怒。他们要是心疼你，早就去医院了，他们不过是想要钱罢了。闺女，我们老林家真是没得说了，你自己好好寻思寻思吧。你爹娘说不准这2天就来找你了，到时候你自己好好看看他们是要钱还是要你这个闺女吧。而林月则是带几个孩子来到了镇上。好多人啊，集上人多，你们千万别乱跑，要是走丢了，可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啊，知道了，妈妈。3大筐桑葚摆出来，孩子们眼巴巴地站在一边，看着来回经过的路人们。怎么没人来买啊？大妹子，你们这么卖东西怎么行？你看我的，来哦，刚蒸好的热窝头，3毛钱2个了，快来买呀！同志，你这窝头给我来4个。哎，好嘞，看到了吧？卖东西啊，脸皮子厚。谢谢大姐。林月学着卖窝头大姐的样子，鼓起勇气朝着人群喊道：新鲜采摘的桑葚，好吃又便宜，5毛钱2斤。再大点声。好吃的桑葚，大家快来，5毛钱2斤了。同志，能尝尝不？可以，不甜不要钱。叔叔，甜不甜？甜。同志，给我来2斤。好的。
同志，你这几个娃娃真俊啊，尤其这小胖丫真招人稀罕。林月低头看到按着身高排成一排默契星星眼的仔仔们，也忍不住笑了。妈妈，我们帮你卖好吃的桑葚啦，好好吃的果果哦，大家快来买！哎呦，这小娃娃长得好看，你的桑葚咋卖呀？要这么多钱，2斤哦！不管是谁来买，都忍不住想逗逗这小胖丫头。母子几人配合得十分默契。我们赚了2块多了，孩子们表现得不错，继续努力，等卖完妈妈给你们买好吃的。一筐桑葚很快就要卖完的时候，小宝突然盯着路对面一个卖菜的摊子，紧皱眉头。小宝，你咋了？要拉粑粑吗？坏蛋，是小偷！小奶音颤了颤，在嘈杂的人声中格外突出。一个年轻女人下意识地伸手摸自己的衣服兜，一只粗糙的黑手恰好被她抓了个正着。哎呦，你别跑，你偷我钱，抓小偷啊！很快，那个小偷就被人3两下的擒住了。女人走到林月的摊位前，小朋友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勇敢地喊出来，阿姨的钱就被丢了。你也是见义勇为的小英雄。小宝，阿姨来表扬你了，你要说话呀。小宝不是英雄。同志，你这里还有多少斤？帮我称一称，我都要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家孩子也只是喊了一声，同志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其实是红星幼儿园的副园长，我叫李云，今天就是出来帮食堂采买的。这些桑葚营养价值很高，给孩子们吃非常合适。听到李云的话，林月惊喜极了。同志，我这还有30多斤，你确定都要吗？我确定，就是得麻烦你们帮我送到幼儿园去了。这没问题，我用板车给你推过去。林月带着仔仔们跟着李云从集市上出来，往附近的红星幼儿园走去。同志，你这几个孩子怎么没送到幼儿园？我们村里的小学一般都是6、7岁才让孩子上学，幼儿园和小学不一样，我们专门招3岁到6岁之间的孩子。这么小，在学校能学到东西？当然可以了，可别小看孩子们，你看你家这些娃娃不就是一个比一个机灵呢？机灵啥呀，净淘气了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很快就到了。我还是头回知道咱们镇上有个幼儿园呢。我们学校是今年才建起来的，咱们镇上有好几个厂子，附近的孩子都送来上学。孩子们别怕，你们可以在这里玩一会。孩子们，妈妈一会儿就来。林月和几个仔仔叮嘱了一声，推着小车跟着李云去幼儿园的厨房。你们也是来上学的吗？林大勇和张桂芝离婚了，回了娘家，发现待遇可比林家差多了。随后想去找孩子帮自己说说话，看看能不能挽回，可平时都不对自己孩子们好，又偷了钱，孩子们也懂事了，孩子们又怎么会帮他呢？现在小宝他们在幼儿园结交了新的朋友。你们也是来上学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跟妈妈来给你们送桑葚。啥是桑葚呀？哥哥给你吃，谢谢你。小胖子接过来，毫不犹豫地放到嘴巴里。太好吃了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自己采的。我叫刘小国，你们叫啥？我是大娃，他是2娃，这是3娃，还有这是我们妹妹，她叫小宝。你们要是来上学就好了，我们就能天天一起玩了。孩子们很快熟络了，凑在一块滔滔不绝地聊起来。小宝妹妹，这个给你吃，是老师发的奖励，我没舍得吃。谢谢小胖蝈蝈。我是小国哥哥。刘小国语气略微着急道：我妹妹太小了，说话还不清楚的，你不许凶。那好吧，随便她喊吧。我要回教室上课了，希望以后还能和你们玩。再见了，刘小国。再见，小胖哥哥。此时老林家张家人又来了。钱呢？见不到钱，今天就把人带回家。爹娘，我可怜的闺女呀，你受苦了。姐夫，钱呢？都准备好了吧？要不我们把人接走了。什么钱？你准备还钱了？大勇，你这是啥意思？这媳妇儿我们家不要了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接走吧。林大勇，你啥意思？我姑娘给你生完孩子，你就要闹离婚？是啊，亲家你们也不管管。孩子呢？姐，你把我外甥带上，咱回家把虎子和2虎也都带走。生了个丫头，谢了。啥？听到闺女的话，张家人一愣。你们不是要接人吗？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公社离婚。虎子和2虎你们带不走，从前你张家借我林家的钱，我们1分不要了，好聚好散。大勇，你这是干啥？这啥话不能好好说？我家桂枝跟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一点情分不顾了？你不用和我说软乎话，我林大勇娶媳妇儿，看着娶的是他一个人，实际上娶的是你们老张家，我养不起，离婚必须离。大勇，我不走，你把我撵走，虎子和咱2虎就是没娘的孩子了。等你出了月子，咱去公社盖章。这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张桂枝直接崩了。再不走，咱们就算这么些年，张桂枝背着我给你们借了多少钱？张家人听见林大勇这番话，也害怕真的要他们把钱吐出来，也没敢吭声了。娘，你去屋里给桂枝把衣裳收好，让她带走吧。林大勇说完，去拿了锄头，转身也出门了。
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孩子离不了娘，等孩子放学回家找不见你就闹了，到时候他老林家肯定来接你。对，娘你说的对。回家后，林月把今天赚到的钱堆到桌子上，一共挣了10块钱，咱们家和姥姥家对半分。妈妈，你说给我们零花钱的。就你着急，妈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？自己好好保存，不许拿着出去玩瞎恩色，要是丢了我可不给第二回了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小宝第一次拥有零花钱，开心的不得了，紧接着又不放心的掏出来。妈妈，小宝怎么了？小宝不要零花钱了。为什么呀？妈妈存着，小宝想买东西的时候，妈妈帮我买。小家伙咧嘴狡黠一笑，把钱放到妈妈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嘛。咱们小宝真聪明。仔仔们在家玩，林月则是回娘家给林母送钱去，家里静悄悄的。爹娘，闺女来了。咋了这是？今天你哥叫你嫂子跟着张家回去了，说是等你嫂子出月子就去公社盖章离婚的。我现在就是可怜你2个侄子，要是知道爹娘离婚，孩子会不会记恨上大人？怎么会呢？虎子和二虎都大了，都懂事了，没事的娘。我们回来了，奶奶有吃的吗？我饿死了。姑你来了，你今天赶集去了吗？赚钱了吗？卖了，我这不就是来送钱的吗？林月把钱递给林母，说了今天赚了多少钱后，林母和林父都不由得惊讶。哟，赚了这么多。我爹和我娘呢？你娘回你姥姥家住些日子。林母不忍说实话。多，太好了，希望我娘在我姥姥家多住几天。胡子也咧嘴嘿嘿乐道，不是他们没良心，是因为他们娘实在太霸道了。张桂芝被接回娘家后，自然没有在老林家那样躺在炕上坐月子的待遇了。有才，挑水去。咋又让我去啊？家里那么多人呢，你让我姐去呗。听到这话，张桂芝的弟媳妇王小凤冷冷接道：总不能啥活不干就等着吃吧？我去挑水。这都几天了，林大勇这回真铁了心了。这可不行，家里都穷成啥样了？再说现在村里都传得多难听了，离婚的大姑姐住在家里，以后我儿子都够呛娶媳妇了。我赶明去找胡子去，好几天了，2个孩子只准想娘，让孩子使劲闹，我就不信林大勇不心疼孩子。对，能，明天你带上我姐，叫她和孩子们好好说说。行。次日，张母和张桂芝就步行找到了胡子2人的学校。娘，姥姥，娘，你们咋来学校了？胡子、二虎，想娘了吧？想了。傻孩子，你们咋想的？你得叫你爹和你爷爷奶奶都知道你们想你们娘了才行。为啥？你们不想要你们娘回家了，到时候你们就是没娘的孩子了。龙，你让我娘把偷家里的钱都拿回来不就行了？要不是你天天问我娘要钱，我爹娘也不能吵架。臭小子，你咋说话的？我看你就是没良心。我和我弟在家都挺好的，你不用惦记。我知道你做错事了，你要是不改正，我和弟弟就算想你也不想让你回来。胡子定定地看向他们娘说道：这个9岁的孩子已经能知道分清好坏了。胡子，你说啥？村里人都说我爹跟你要离婚，我问我爹了，我爹说要是不离婚，我老我舅他们以后就会和我和二虎的血。娘，二虎不想被舅舅他们吸血，不想把好吃的都拿到姥姥家去了。2个孩子的话像是把刀一样扎在张桂芝心上，张母的脸难看极了。林家这群丧良心的居然教孩子这些话。我们回去上课了。胡子和弟弟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们娘说道，他们想不明白为啥在他们娘的心里，姥姥舅舅这些人要比他们重要。娘，要不你把钱还我吧，我回去和大勇好好说说，我不想离婚。杀千刀的小蹄子，你问我要啥钱？你要逼死你娘是不？张桂芝听到他娘的话有些傻眼。娘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当时说借钱，说以后会给我的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给家里出一份力都嫌多是不？出点钱不是应该的。娘，现在大勇都要和我离婚了，你咋能这么对我呢？跟你离婚还不是你自己没出息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一结婚就把钱都攥到你手里，别让你那个婆婆当家。娘，算我求你了行不？你把钱还给我。滚，白眼狼！你敢问你亲娘老子要钱，我是白养你了。这一刻，张桂芝彻底的陷入绝望之中。